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北京这一夜，娱乐圈的拜高踩低，在白鹿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娱乐圈这个看似光鲜亮丽，实则暗潮涌动的名利场里，咖位就像是悬在众星头顶的一把标尺，悄无声息地衡量着一切。一场活动的出场顺序、座位安排，看似稀松平常，实则暗藏乾坤。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娱乐圈里微妙又残酷的拜高踩低。就拿一年一度的微博之夜来说，那可是状况百出，惹得众人议论纷纷。李沁和张若昀同为爆款剧《庆余年》的主演，本应同享荣光，可座位安排却天差得别，一个被搁在第2排，另一个却被远远甩到第4排。这差距，明眼人一看就咂摸出味儿来了。李沁上台领奖时，连发言机会都没有，估计满心憋闷，拿完奖扭头就走，毫不拖泥带水。金晨凭借《孤注一掷》提名金鹿奖最佳女演员，这部电影票房冲破40亿大关，成绩斐然，按道理该有个体面位置吧。结果呢，也被安排在毫不起眼的第4排。虞书欣倒是春风得意，原本该在第3排的她，咖位蹭蹭往上涨，一下子跻身第2排，和一众内娱实力派并肩了。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关晓彤，这姑娘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，作品不断，演技也拿得出手。常理来说，第3排怎么也得有她一席之地，谁能想到这次活动直接把她发配到第4排，位置比时代少年团还靠后，镜头更是少得可怜，往昔风光不再，落差感拉满。反观李宇春，影视作品、音乐作品都不算特别高产，却稳稳盘踞第1排中心位置，几乎每场活动都雷打不动地霸占 C 位，着实令人惊叹。王一博这边也不省心，座位编号227不知藏着什么玄机，惹得他拒不入座。背后有月华撑腰的顶流，态度强硬得很，既不妥协，也不入内场，还让人把名牌给撕了，直到何李现换了位置，才勉强进去，据说全程都没坐下。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咖位混战里，白鹿的遭遇更是把娱乐圈的拜高踩低展现得入木3分。起初，据知情人透露，主办方给白鹿安排的座位那可是相当不错，在第2排靠中间，妥妥的黄金视角。坐在那儿，台上表演一览无余，还能频繁在摄影师镜头里刷脸，是多少明星梦寐以求的风水宝地。可谁能料到，没打一声招呼，这座位就被悄咪咪换掉了，白鹿直接被调到一个犄角旮旯，咖位明显低一档的位置。本想着欢欢喜喜来领奖，憧憬着能在镁光灯下留下漂亮身影的白鹿，瞬间脸色冷了下来，以往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也没了踪影。他这次本就形单影只，新剧男主没收到邀请，独自来闯微博之夜。主持人介绍别的明星，都热热闹闹带上热播剧名号，到了白鹿这儿，就敷衍地提了句那个玄幻剧，后期甚至还做了消音处理，最后他只能匆匆说上简短一句，别提多憋屈了。上台领奖时，白鹿和另外几个穿黑衣的艺人自嘲，怪不得我们4个总被黑。领完奖，他径直回了后台，再没回到座位上，任谁遭遇这差别对待，心里都得窝火。说起来，白鹿也算是当红小花，去年微博之夜明星白纸排名第1，今年依旧稳坐榜首， popularity 居高不下，怎么就受这委屈呢？这时候，网友们开始七嘴八舌找原因，还无端把锅甩给了杨紫。那天，杨紫正巧坐在白鹿正前方，为了宣传新剧，做了一身精致古装造型，服饰华丽，妆容精美，在活动现场格外抢眼。可她头上那个大发包，生生挡住了白鹿1/3的视线，摄影师也拍不到白鹿，
或许这也是频繁换座的一个小因素，但归根结底还是逃不开咖位这俩字。就拿同是95花的虞书欣来说，凭借几部热门剧积累的超高人气与精彩表现，在活动里占尽风头，被安排在显眼位置。相比之下，白鹿虽佳作频出，演技受认可，可在这场无声的咖位较量里，终究还是落了下风。回顾白鹿的成名路，那真是满是坎坷与荆棘。小时候，他就对表演痴迷，看着电视里的星光闪耀，心里悄悄种下梦想种子。13岁那年，韩剧风靡国内，更是勾得他心痒痒。2012年，18岁的他在妈妈鼓励下，奔赴上海参加韩国 SM 公司海外练习生选秀。现场那叫一个人山人海，竞争者众多，白鹿遗憾落选。不过这姑娘没气馁，迅速调整状态，转型做平面模特，给不少服装品牌拍宣传照。在镜头前越来越自如的她，离梦想也越来越近。短视频热潮一来，白鹿抓住机会，和猫的树工作室合作，出演多部青春题材微电影、网络短片。屏幕里的她青春逼人，一下子勾起大家的美好回忆，粉丝也慢慢积攒起来。2016年，她迎来演艺生涯第一部电视剧《朝歌》，虽说戏份不多，但她当成宝贝，全身心扎进角色里。2018年凤求凰热播，白鹿一人分饰两角，性格反差极大，她却切换自如，毫无违和感。可也正因戏份多，遭了其他主演粉丝不少抨击。2019年算是她事业腾飞的转折点，古装仙侠剧《招摇》一经播出，瞬间在网上炸开锅，热搜上挂了好几轮，她人气飙升，成了炙手可热的小花旦。之后，她大胆跨界，涉足综艺、音乐领域。在综艺里，她甩掉偶像包袱，变身搞笑担当，各种梗信手拈来，和观众距离一下子拉近。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，她也有诸多不顺。和王鹤棣搭档的《以爱为营》都到后期制作了，制片人却爆出贪污近千万、拖欠大笔工资的丑闻，剧能不能播出都成了未知数。大女主剧《宁安如梦》也波折不断，官宣定档又突然撤档，官方说是技术原因，网友却纷纷猜测和剧中男3号有关。不仅事业上磕磕绊绊，言语上她也吃过亏。一句女霸总和小奶狗，后期变成了男霸总和小母狗，本意是描述角色关系，却被曲解，指责她不尊重女性，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。她跳的3B 手势舞，因歌词涉嫌侮辱、物化女性，也被网友炮轰媚男无底线，全然不顾女性群体感受，还时不时被造谣和合作男演员关系暧昧，各种难听传言满天飞。可真实的白鹿什么样呢？演技实打实在线，为人真实爽朗不做作，关心粉丝，也不耍大牌。在这乱象丛生的娱乐圈，到底是流量说了算，还是实力才是王道？时间终会给出公正评判，只盼着白鹿能坚守初心，继续发光发热。